天元半年一更新，画室7年一升级。画室作为钓具行业的巨头之一，产品升级更新速度如此之慢，到底是对产品的极致追求，还是开发人员的匮乏断档？本期我们对比测评的是龙纹理的4代和5代7.2米，看看画室的旗舰产品龙纹理是否真的是7年磨一剑。我们测评开始，重量方面，龙5官方标记重量是275克，实测重量为276克，重量没有虚标。对比龙4，两者官方重量一样，但实测重量龙5轻了4克。龙5去前后堵重心是2.04米，比龙4小了7厘米。对比持杆重量，两只鱼竿都超过了2000克，相当于你用手提了4瓶矿泉水。龙5比龙4轻了71克，几乎维持了与上代一致的重量和静态手感。两只手各拿一只，不抖动的话，几乎试不出来持感的差别。但一抖起来，硬度差别就显出来了。45度角挂500克砝码实测，龙5干烧高度为120厘米，龙4干烧高度为92厘米，龙5明显硬度更硬。60度角挂1000克砝码实测，龙5干烧高度为110厘米，龙4干烧高度为81厘米。同样也是龙5的腰力更硬挺。锥度方面，龙5先径是1.3毫米，比龙4大了0.1毫米。龙5的后缘径是26.5毫米，也比龙4大了0.1毫米。整杆锥度两者相同，但如果计较有效锥度，也就是从干烧到前缘径计算锥度，龙5的锥度比龙4更大。钓重方面，我又忍不住要吐槽一下啊，龙4官方写的钓力安全值是2200克，钓力极限值为3500克。3年前我测评龙4的时候就吐槽过，这个范围有1300克，太大了，会让人怀疑产品的稳定性。而龙5的详情页写的出厂检测值是2500克，极限值是4800到5300克。怎么说呢？就总有一种过了2500断竿不管我事儿的感觉。好了，吐槽就到这里。龙纹理5代7.2米，官方钓重4800克到5300克，到底能否达到呢？我们看一下实际测试的情况。兄弟们，龙纹理5代7.2米的钓重测试，咱们现在就要开始了。咱们的钓重机就在这边，一会儿我把这只杆子伸出来，然后固定在钓重机上。这个钓重机的高度是到2.6米左右的位置啊，这是它的最高。然后它的这个弧度可以竖直到这个90度啊，甚至超过90度。回头我要盯着这个机器，不要让它超过90度。然后我们是先把这个杆子这个立直到90度之后，然后再向上抬，然后看这个杆子能不能抬起来，这才是真正的顶钓值测试啊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这个测试。每一节都要给它抽紧啊，抽紧和不抽紧的话，钓重强度是有差别的。好，兄弟们，龙纹理5代现在已经放到机器上了啊，然后官方标记的钓重是4800到5300，我们从2000克开始测，看看龙纹理5代2000克它的弧度是什么样子的。咱们测试鱼竿强度的时候，因为咱们现在测试的是顶钓值，所以首先要把鱼竿给竖直成90度，再让它的高度抬高。现在是2000克砝码的时候，70度左右，它的砝码就已经可以抬起来。整竿现在弧度最高点是04节，把手前面的06节几乎是没有弯曲的。我们接下来测试3000克的钓重。好，3000克也成功钓起。4000克钓重测试，现在已经是86.9度了。现在就是一个90度的一个顶钓的状态啊，应该是可以的，但是砝码还没离地啊，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角度，这个06节、05节已经开始收力了，弯曲了啊，包括把手节的前半部分也已经弯曲了。最顶上呢是它的04节位置。接着我们要抬高这个钓重机来测试它真正的顶钓能否达到4000克。好，成功。现在测试4500克的顶钓值强度，现在机器的角度已经是正好的90度，向上抬升。好，成功。刚刚画室龙纹理5代已经成功钓起了4500克的砝码，我们接下来再加2个砝码，一个200克，一个100克，测试4800克钓重。那这个钓重呢是画室龙纹理5代官方标记的钓重值的下限，看看它能否达成。好，成功。接下来我们把它换成这个5000克，看看能否达成5000克的钓重。好，成功。接下来我们给它加到5300克，这是它官方标记钓重值的上限，到底虚不虚标呢？我们接下来进行测试。刚才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钓起的5000克啊，动了，
5300克，好，成功吊起。刚才华氏龙纹理5代已经成功达成了它顶吊值的上限，也就是5300克，吊重没有虚标。接下来我们测试它的极限值到底是多少？接下来测试的是5500克，5500克吊重测试。刚才就是在这儿吊起的5300克啊，继续上台，能否吊起5500克？好，成功，5500克吊起来了。兄弟们，现在5500已经过了，接下来我把它换成6000，看看6000到底能不能过龙纹理5代的极限吊重值到底是多少？6000克吊重，现在开始测试。6000吊重啊，到底能不能抬上来？现在可以看到啊，整个的03、04、05节、04、05节，受力很大，弯曲弧度很大。啊，砝码已经动了啊！好，接着往上抬，好，能否抬起来？兄弟们，龙纹理5代6000克爆杆了啊！大家过来看一下角度啊，这个机器现在的角度是90度，是真正的顶吊啊，然后看一下下面的断杆，可以说是干烧03节、04节、05节、06节，还有把手节全都断了，只有02节还没断啊，02节没断。现在咱们把这个把手节降下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把手节这一部分这块保护的很好，它没有断，但是从这个位置断开了，把手节断了2节，然后呢06节塞在把手节1节，然后这块也断了，可以说断得很碎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砝码啊，砝码在这儿。正好的6000啊，6001啊，6001，正好6000。啊，这个断节已经给大家收集起来了，可以看到啊，把手节是从这儿断了2节，这段是保护的，也是从这儿开始断的。06节1节、2节、3节、4节、5节、6节、7节，06节应该是受力最大的，整体断了7节。然后呢，05节是这一段1节，这段断的稀碎，算是2节、3节，断了3节。啊，受力还算可以啊。04、03、02单烧基本上很完整啊，没有怎么受力，只是在断的过程中把前后节给震断了一些。所以它在测试这个6000克砝码吊重的时候，受力最大的点就是它的把手节前面06节和这个05节。那通过观察它这个内部的这个碳丝可以看到哈，内外逆丝是没跑了，中间应该还有45度交叉的碳布，那用料还是十分足的啊，要不然它不可能吊起这个5500克的这个砝码。那6000克爆杆应该是已经超过它的极限了。经过测试，龙纹理5代成功吊起了5500克的砝码，最终在测试6000克时爆杆，吊重没有虚标。最后，我主观点评一下，龙纹理曾经是一代钓友心目中的毕业神杆啊。从最早期的休闲版到旗舰典藏超轻啊，它承载了多少钓鱼人的梦想。在龙纹理停更的这7年啊，画室从线下转型到线上，虽然也出现了像飞鲨、依卫这些现象级产品，但总觉得少了些传承。直到今年，龙纹理再次更新，熟悉的杆标，熟悉的名字，很多老钓友都会为了龙纹理这3个字的情怀去买单。再来说说碳布啊，现在网上有个节奏是挂吊牌用的就是东丽碳布，没挂吊牌用的就是国产碳布。言下之意就是东丽的碳布要比国产的好，这都是瞎扯淡。特别是大雾杆用的碳布型号都是100、125、150这些大布号的碳布，它们在性能上的差别更是微乎其微。国产碳布的快速发展让东丽感受到了压力，所以 T110G 和 M40X 这2款碳布的价格一降再降。现在这2款碳布国产和进口的价格差别只有20%，那你说像画室这样的大企业会掏不起这20%的差价吗？吊牌只是一种形式，也是东丽最后的这条补。只有当没有吊牌，钓友就感受不到国产和进口的差别时，东丽才会整个吊牌出来做区别。所以啊，不要迷信什么东丽吊牌，更要相信咱们的国产制造。最后我说说鱼竿性能啊，龙5对比上代龙4，在重量不变的情况下，硬度和强度都增加了不少。可以说，不管是从模具研发还是碳布吨位，都是一次大的升级。不过龙5官方标记的素材重量是238克，对比成品重量的275克，油漆涂装有37克重，这对鱼竿的性能是没有任何提升的，只是好看啊。但好不好看又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我感觉啊，
不如减少涂装的重量来提升一下手感。如果用现在的数据对比天元名将4，龙5轻了10克，硬度更硬一点，但吊重小了1200克，算是跟名将4打了个平手吧。如果龙5的油漆涂装能轻个20克，成品重量就能到255克，龙5就能在重量上大幅领先名将4，强度也足够应对50斤以下的各种舆情。好了，本期测评就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、收藏、点赞，我是大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